日本央行蛰伏了几十年之后，终于进行了历史性的首次加息。按照我们最朴素的那个经济学直觉，加息，那货币就应该升值，对吧？对，这几乎是教科书第一证的内容嘛。利率高了，回报就高，资本自然就进来了，然后推高货币价值。这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啊。但是呢，现实情况，给了所有人一个大大的意外。加息之后，日元不仅没有走强，反而还继续承压，甚至还跌了，这就很奇怪了。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根据你分享的这份详尽的分析材料，来彻底搞清楚这背后的深层逻辑，就是为什么日本加息这剂猛药非但没起作用，反而让日元显得更虚了。我们会为你一步步拆解这其中的几个关键原因，然后也看看材料作者对未来走势是怎么判断的。在我们一头扎进这些原因之前，我想先花个半分钟，把材料里提到的那个宏观背景再强调一下，这个至关重要。你需要真正理解日本经济的独特性，它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生活在一个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平行宇宙里，这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里是独一份的。是的，这个大背景就像是整个故事的地心引力，规定了所有参与者的行为模式。没错，而这次政策之所以能出现180度的大转弯，材料指出了2个前提条件已经成熟了。第一，日本终于走出了困扰多年的那个通缩的阴影，物价开始温和上涨。第二呢，也是日本央行最看重的，就是工资物价的良性循环，出现了苗头，企业愿意给员工加薪了。所以央行就觉得，时机到了，是时候让货币政策归回正常世界了。但这里面好像有个陷阱，材料作者是不是特别指出了，我们不能把这次加息看得太重？这正是理解整个事件的关键所在。材料里用了一个词儿，说这次加息更像是一次姿态上的调整，而不是一个强力紧缩周期的开端。这个定调非常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日本央行只是小心翼翼地把脚从刹车上挪开，想看看车子会不会自己往前溜一点，根本不是准备一脚油门踩到底，冲上高速公路。市场上的所有玩家都读懂了这个极其谨慎的信号。好的，这个极其谨慎的基调我们记住了。那我们就来解开那个核心的谜题。你提供的材料列出了3个主要原因，我们先从最硬核、最无法回避的那一个开始吧。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率差距。没错，作者把它称为房间里的大象，利差依然是决定一切的根本因素。你看，全球资本市场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大的比价系统，资本像水，永远会从低处流向高处。材料指出，尽管日本央行把利率从负0.1%提升到了0%以上，这在历史上看是一大步，但在现实的数字上只是一小步。我记得材料里有个比喻很形象，说这就像你原来住在地下室，现在终于搬到了1楼，但万年的人早就住在摩天大楼的顶层套房里了。就是这个意思。目前，日本和美国、欧洲这些高收益货币的利率差距，也就是材料里反复强调的美日利差，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鸿沟。我举个具体的例子啊，假设你在美国投资国债能拿到5%的年化收益，而在日本，即便加息了，可能也就0.1%甚至更低。对于一个手持巨资的基金经理来说，这个选择题根本不需要思考。这种差距大到日本那一点点加息的努力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这让我想到了物理学上的引力，资本似乎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规律，把它拉向回报率更高的地方。你这个引力的比喻非常到位，而且这不仅仅是大型对冲基金的游戏。材料里还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群体，称为渡边太太，也就是日本的散户投资者。他们是全球套利交易里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他们会介入几乎零成本的日元，然后换成澳元、美元这些高息货币去投资。这次小幅加息完全不足以让这些渡边太太们把钱从海外撤回日本。所以，只要这个巨大的利差引力场还存在，那借日元卖日元买美元的这个交易模式就会持续。这本身就形成了对日元的持续抛售压力。这可以说是最根本的数学问题，无解。是的，这是基本盘。但除了这个数学问题，材料还指出了一个同样重要的心理学问题，也就是你提到的第2个原因，市场的预期。对，作者说，这次加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毫无意外。
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这么重大的决策怎么会不意外呢？这就揭示了现代金融市场的一个核心运作规律，重要的不是新闻本身，而是新闻和你普遍预期的那个差值。这次加息呀，根本不是日本央行的突然袭击，在决策公布前的几个月，甚至大半年里，全世界的财经媒体、分析师、投资者几乎每天都在讨论这事儿。从会不会加，到什么时候加，再到会加多少，每一个细节都被放在显微镜下反复研究了。也就是说，当靴子真正落地的时候，所有人都只是哦了声，因为大家早就把日本要加息这个变量输入到自己的交易模型里了。这就是金融术语里的预期被完全消化，或者叫 price in。当一个消息被市场充分预期之后，等它真正发生时，往往就不会再引起剧烈的价格波动了。更有趣的是，它还会引发材料里提到的一个现象：卖事实 （sell the fact）。等等，这个说法听起来完全是反的。好消息出来了，反而要卖掉，这到底是什么逻辑？是谁在卖？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问得好，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市场里总有一批最聪明的钱，我们叫他们早期交易者。他们在几个月前，基于日本未来会加息的这个预期，已经开始悄悄买入日元了。他们是在赌这个预期，他们的目标就是在消息正式宣布，所有人都知道的那一刻，把手里的日元卖给那些后知后觉的跟风者，从而获利了结。啊，我明白了。所以，当加息这个事实真的发生时，市场上反而涌出了一股巨大的卖盘。这股力量就来自那些提前布局的人。这股卖盘的力量，甚至可能超过了加息本身带来的那一点点象征性的利好。你把这个机制解释得非常清楚。所以你看，这揭示了市场的一个深刻真理：你赚的不是新闻本身的钱，而是你比别人更早知道、更早判断这个新闻的那个信息差的钱。当新闻变成路人皆知的事实时，它的价值就已经被榨干了。这么说来，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强大的解释，一个是无法撼动的巨大利差，这是物理规律；另外一个是早已被市场消化殆尽，这是心理学规律。但材料还提到了第三个，似乎是回归到了日本国内的现实困境。是的，作者认为，即便日本央行想表现得更强硬一点，他们也做不到，因为他们的手脚被束缚住了。这就是第三个原因，日本经济自身的现实约束。具体是指什么呢？经济不是在复苏吗？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材料深入分析后发现，这次复苏的根基并不牢固，特别是拉动经济最重要的内需依然相当疲软。材料里举了两个例子：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在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日本的大企业普遍不敢进行大规模的扩张性投资。那普通人呢？工资不是涨了吗？这就是问题的微妙处了。材料引用了一份近期的消费者信心调查，细细数据啊，虽然名义工资上涨了，比如100%，但扣除通货膨胀之后，人们的实际购买力并没有提升，甚至可能还在下降。所以，大家在非必需品上的开销，比如旅游、娱乐，反而更加谨慎了，钱都花在不得不花的食品和能源上了。所以经济的引擎并没有真正点燃，只是在勉强运转。这直接决定了央行的后续动作。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这种内需不振的经济环境下，日本央行根本没有连续大幅度加息的底气。如果他们加息太快太猛，很可能会直接扼杀掉这来之不易的复苏苗头，甚至可能把经济重新推回通缩的泥潭里。那将是他们最恐惧的噩梦。我觉得这背后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心理因素。可以想象，一整个世代的日本企业家和消费者都从来没有在正常利率的环境下生活和决策过，这种心理惯性肯定也是巨大的。你这个观察很敏锐，所以市场看得非常清楚。所有人都知道，日本央行这次加息就是一次性的，后面很难有持续强力的动作跟上。一个没有后续弹药的加息，自然就无法形成持续升值的趋势了。好了，所以当我们把这三个因素——巨大的利差、被榨干的预期和疲软的国内经济
叠加在一起时，我们一开始那个加息为何日元反而走弱的悖论，似乎就不再是悖论，反而成了一种必然。没错，逻辑链条已经非常完整了。那么，基于这个看似必然的逻辑，材料的作者对未来又是怎么看的？如果我现在正好有去日本旅游或者换汇的需求，这份材料能给我什么启示？材料对短期的判断非常直接，日元继续走弱的概率仍然比较大。理由就是我们刚刚详细讨论过的一切都没有改变，美日之间的巨大利差这个基本盘还在，全球资本的风险偏好也还在，而且日本央行已经明确亮出了自己谨慎的态度。在这些核心驱动因素逆转之前，日元很难有持续性的强劲反弹。了解了。那对于有实际换汇需求的人，材料有没有给出什么具体的建议？有的，而且非常务实。他建议你完全不需要着急，更不要有怕踏空的焦虑，想着一次性把钱都换完。因为既然短期继续走弱的概率大，那么你现在急着换，很可能过几天就发现自己换在了高点。所以他的建议是分批换，边走边看。这听起来很像基金定投的思路，用时间来平滑成本。对，这其实是一种风险管理的智慧。这让我想起我自己的经历，每次都自作聪明的想预测汇率的最低点，结果几乎每次都完美的换在假期的最高点上。与其追求那个完美的最优解，不如选择一个犯错概率更小的次优解。哈哈，这我完全感同身受。好了，这是短期，那我们把视线拉得更长远一些。中长期来看呢，日元会一直这样无底线的贬值下去吗？材料认为不会，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隐藏玩家——官方干预，也就是日本财务审核央行会不会亲自下场来买入日元，支撑汇率。那么什么情况下才会触发这种官方干预？总得有个底线吧？材料里分析了几个可能的触发点：第一，当贬值速度过快，引发市场恐慌时；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当贬值开始严重影响日本的进口成本，导致国内通胀失控时。你想，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依赖进口的国家，石油、天然气、粮食都得用美元结算。日元大幅贬值，意味着所有这些东西的价格都会飙升，这会直接传导到老百姓的餐桌上，影响他们的生活成本。当民众的抱怨声足够大时，政府就必须有所行动了。完全正确。所以，官方干预这把剑虽然轻易不会出鞘，但它始终悬在市场的上空，为日元的下跌设定了一个心理上的底线。不过，这里材料用了一个极其精妙的比喻来定义干预的作用。他说，干预更像是一个刹车，而不是发动机。刹车和发动机，这个比喻很有意思，能再解释一下吗？刹车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在你下坡速度太快时帮你减速，防止车毁人亡的。它的作用是防御性的。而发动机呢，是用来在你上坡时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它的作用是进攻性的。我明白了，所以官方干预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减缓日元贬值的速度，防止出现失控式的崩盘，而不是要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贬值的长期趋势。它是在控制下行风险，而不是在制造上行动力。你的解读非常精准。干预是一种成本极高的行为，本质上是在燃烧宝贵的外汇储备去买入本国货币，这不可能是一种可持续的创造长期价值的方式。所以，千万不要指望一两次干预就能让日元从此走上康庄大道。它的作用更像是一种警告，告诉市场，跌到这里，我们觉得过分了，请冷静一下。好了，我觉得我们已经把这份材料的精华都彻底吸收了。我们最后来快速回顾一下这次讨论的核心要点。好的，首先，我们理解了日本这次加息的本质，它只是迈向正常化的一次试探性的小碎步，态度极其谨慎，这决定了市场的反应不会太热烈。其次，我们拆解了加息后日元反而承压了3大核心原因。第一是物理规律，与美国等国家巨大的利差鸿沟提供了持续的抛压。第二是心理学规律，市场预期早已被完全消化，甚至出现了卖事实的现象。第三是经济现实，日本疲软的内需束缚了央行采取更激进措施的手脚。
而基于这些原因，材料对未来的判断是，短期内日元走弱的趋势恐怕难以改变，所以对于换汇，不妨多点耐心，分批操作是更稳妥的策略。而中长期看也不必过度悲观，日元的下跌并非没有底线，官方干预会像刹车一样，在汇率跌得过快时出手，限制极端的下行风险。但要记住，它只是刹车，不是发动机。所以这份材料最终传递给你的一个核心信息是，在面对汇率这样复杂混沌的系统时，理解其背后的宏观逻辑，远比试图去预测某一个具体的点位要重要得多。这是一种更成熟也更有效的观察视角。最后，我们想基于这份材料给你留下一个可以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官方干预只是一个被动防御的刹车，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那能够推动日元开启一轮真正持续升值的发动机，到底会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确实引人深思。换句话说，除了干预这种外部书写，到底需要日本内部的经济或者全球的宏观环境发生哪些根本性的结构性的转变，才能让日元不仅仅是止跌企稳，而是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真正开启一轮长周期的升值。这背后可能涉及到日本的劳动生产率、人口结构、科技创新能力，甚至是全球利率格局的彻底逆转。这个问题可能比预测明天的汇率更值得你花时间去探索。